无力阻止中国统一。美国学者主张毁掉台积电来救台湾，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。倡导消息网近日引述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文章称，美国的2位学者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期刊上刊文称，说建议台湾地区当局准备毁掉台积电以救台湾。这2名作者认为，说中美战略竞争现在处于流动状态，双方呢继续测试彼此的意图和底线，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。美国的现行战略和策略不足以有效吓阻中国大陆武统台湾，因而提出威慑惩罚的策略。文章建议台湾地区当局采取焦土手段，一旦中国大陆发动进攻，就破坏台积电的设备。此举旨在说服中国相信，即使武统成功，也只会得到毫无价值的台湾。如果破坏台积电的行动能够获得成功，那么中国大陆有可能会停止行动，美国呢也就没必要承担军事干预的风险了。这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办法。我们知道，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，破坏掉这个产业，台湾的经济就会大幅度的下滑。但是这2名学者所提出的建议呢，实际上不是为台湾地区考虑，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论点。那么这种观点证明了几点：第一，美国人为了阻止两岸的统一，毫无底线和下限，他是宁可让台湾毁灭，也要阻止两岸统一。第二，美国对军事干预越来越没有信心，然后呢，就有了所谓的刺猬战略。而现在他们提出的焦土作战的方式，其实就是一种让台湾地区自残的办法。如果这种手段一旦实施，的确可以避免美军的介入，但是其后果是根本就不管台湾同胞的死活。第三，美国人根本就不理解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诉求和意义，以为大陆是为了拿到台积电这个芯片产业链。其实中国大陆提出统一台湾要远远早于台积电的兴起。我们完成统一的行动会尽量的保全台湾地区的产业，因为我们针对的是台独分子和台独分裂势力，而不是台湾的民众和台湾的产业。中国实现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志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其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地理位置，而不是岛上的某些产业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，而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，祖国必须统一，台湾必须回归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坚实的基础。当然，在这件事情上，美国的这2位专家的提议也给我们中国大陆提了个醒，就是完成统一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的减少台湾地区产业的损失，而且呢，也需要考虑到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冲击。因为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统，或者是以武逼统，台湾岛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要一环，我们不能不考虑它的安全，要尽量减小它的损失，以免造成较大的影响。为了避免或者减小这样的冲击，我们需要尽快的发展大陆自己的芯片产业链，同时出台鼓励台湾芯片企业向大陆转移的政策。在美国对中国大陆实施打压的背景下，中国大陆的相关企业一定要走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道路。当然，在此期间，我们也应该和台湾的一些爱国企业，特别是爱国的芯片企业开展相关的合作，来提升我们相关产业的水平。美国的这2位学者主张毁掉台积电以救台湾，这样的一个招数，我们没必要为此感到过分紧张，反而他让台湾同胞看清了美国人的歹毒
面孔。目前，美国正在逼着台积电去美国投资，实际上就是要掏空台湾，甚至呢还要毁灭掉台积电。这就是美国目前玩的离岸制衡战略下的残酷一面。中国大陆为台湾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，统一之后，台湾的企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。相信无论是台积电还是其他的台企，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回归祖国是一条光明大道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